他曾是比谁都要善良的神明，为了能让人类过上幸福的生活，甚至不惜动用神力，将人类身上的不幸全部转移到自己身上。经过一番努力，原本疾病缠身的少年竟瞬间康复如初。见此情景，人们将灵符奉为拯救他们的救世主，纷纷跪在地上祈求他驱除苦难。而灵符对此来者不拒，竭尽所能地吸收着各种不幸。可随着吸收的不幸越来越多，他的身体也开始出现反噬，即便饱受着非人般的折磨，灵符却依旧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只要让人类幸福，就是他的幸福。转眼2年半的时间过去，当灵符再次回到村子，想要看看那些曾经被他拯救过的人过得如何时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愣住。没有了不幸的困扰，人类开始暴露出原本的面目，懒惰、傲慢、欲望四处蔓延，人们渐渐迷失自我，堕入永无止境的沉沦。这时，一个男人路过，将灵符撞倒在地。虽然对方已经完全变了模样，但灵符还是一眼就认出对方就是当年那个被自己救治过的男孩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男人不仅彻底将他忘记，甚至还嫌弃他脏，朝他吐了口唾沫。灵符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自己拼了命地吸走人类身上的不幸，到头来小丑竟是我自己。在这股巨大的恶意冲击下，一直被压制在体内的不幸终于被释放。就在灵符即将彻底黑化之际，一群衣衫褴褛的平民走了过来。灵符还以为又来了一群想要让他吸走不幸的坏人，但很快他便震惊地发现，这些人虽然十分的穷酸，个个都瘦得跟皮包骨一样，但他们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反观那些被自己吸走不幸的人，依旧愁眉苦脸，对当下的生活永不知足。就在这群人即将从面前走过时，灵符突然叫住了领头的僧人，大声地质问：为什么你身边的人类看上去那么幸福，而自己就算替人类吸收了不幸，他们却依旧没有变得幸福，甚至还越来越不幸。幸福ってさ、与えられるもんじゃないんだよ。自分で至るもんだから。听到释迦的回答，灵符彻底绷不住了。他认为是释迦抢走了自己的工作，如果自己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的话，那他也没有存在的意义。作为一个神明，竟对人类生出嫉妒之心，这让灵符感到无比屈辱。看着水中因吸收不幸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自己，灵符心中的怨念再次爆发。他将所有的爱全都转化为憎恨。此刻的灵符完全变了一副模样，邪恶而恐怖的气息充斥全身。他决定对人类展开屠杀。可就在他即将失去最后一点理智时，一位母亲毫不犹豫地挡在了自己孩子身前。而这一举动竟再度唤醒了灵符内心残存的善意。为了不让自己再继续痛苦下去，灵符用手掐住自己的脖子，将身体分裂成7份，每一道灵魂都封印着一道邪念。至此，七福神诞生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灵符的故事看似悲惨，实则暗藏更深层的哲思。真正的幸福生于内在觉知，而非外在赋予。代劳他人，苦难看似慈悲，实则是剥夺了其在魔力中生长灵魂的权利。当牺牲成为单向的神迹，便注定滋生依赖与贪婪。被拯救者不会因此珍惜，反而因失去痛感坠入更深的虚无。而那些困顿中依然含笑的人，恰恰证明了幸福与物质风急无关，只关乎心灵的自洽相连。神明最终崩溃，并非败于反噬，而是败于被需要的执念。他替人类完成本该自己完成的功课，却忘了救赎。若不能唤醒自觉，便是另一种囚禁。而人性最微光之处，恰是那毫无算计的本能守护。他不求解脱，不求回报，却比一切神迹都更接近幸福的真相。